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之前分享了一些解决车库门无法关闭的方法，但是很多观众反馈他们遇到的问题是车库门只关一半，或是无法完全关闭。这通常是车库门后面的车库门移动距离，或是马达上拉或下推的力度需要调整。这些调整钮通常在马达的后面，每个马达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。这边我们有2个例子，我们也介绍说车库门太吵要如何润滑。今天我们就来一个更彻底的解决方法。就是直接把车库门马达换了，这个工程量看起来很大，但是如果你只是更换现有的马达的话，其实也还好，大概2-3个小时应该就可以了。比起装个 Playhouse 花个10个多小时，其实算是一个小工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先选好要用哪一种车库门马达。以前我使用的车库门马达因为是采用链条转动，所以有些吵。相比之下，使用带子传动的马达通常更安静。我也是因为在 Costco 看见这款带子传动的马达 Trampoline B4655T， 所以才产生的想换马达的念头。不过这款马达只有一边有灯。我发现同品牌还有一款型号为 Trampoline B6753T 的马达，在这2个方向都设有灯。此外，这款 B6753T 的马力更强大。相比之下，我原先的马达只有1/2马力，而 B4655T 型号则为3/4马力，而 B6753T 更高达也有1/4马力。2个型号其实价钱也没有差很多，这2款型号价钱大概差不到$50左右。但是我觉得2个灯对我来说是相当必要的，因为我的架子把车库里的灯挡住了，有2个照明灯就可以改善一些，所以我就选择这款 Trampoline B6753T。这款不但有监控摄像头，还有备用电池，也有 App 遥控的功能，不像我以前老式的马达还要额外装一个网络开关。不过这个摄像头有个坑，我们之后会说。我们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先是中间轴的轨道，再来是马达的主体，然后是传动用的带子。这个是在轨道上滑动的滑轨。这个弯弯的是固定在车库门和滑轨的连接部分，用来把门拉起来。这应该还有一根直的部分，我这里没有拍到。这个 L 型的夹子有2个，这是用来固定感应器的，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那个，可能会让车库门关不上的感应器。一个把轨道固定在墙上的固定器，墙上的遥控器，可以携带的遥控器，一些感应器用的电线，还有2个感应器。这些我们基本上用不到，直接用以前车库门的就可以了。要换墙里的线太困难，要换感应器的话，可以用旧的线，然后把新的感应器接在旧的线就好。一些螺钉和螺环，一个把轨道固定在马达上的连接器，2个金属片，一个把轨道固定在墙上，一个把滑轨连接关节固定在车库门上，一个备用电池。最后这是马达上齿轮上的盖子。这个齿轮就是转动带子的那个齿轮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是不包含把马达固定在天花板上的架子的。不过我们通常可以使用原先车库门马达上的架子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需要另外买。安装的话，这款车库门有 Built 的安装说明。这软件我以前安装 Playhouse 也用过，非常详细且好用。首先我们要确定车库门有平衡，打开车库门，看看能不能平衡在中间，然后试试看能不能轻易挪动它，再来量一下距离。它的高度和距离都是有限制的，不过基本上跟普通标准车库不会差太多。我们量量看就知道，我这门高大概83英寸，总长大概是113英寸。我们将轨道几段连接起来，它这个有贴纸的面是需要朝上的，接的时候需要用力压进去，不行的话就像我这样往地上压。我们量量总长，这只有112英寸。不过还需要加上最后连接马达的部分，所以差不多113英寸。所以这个轨道之后需要斜着放，所以长一点点的话应该没有关系。这边我们将一个螺丝起子插入，把滑轨滑入轨道，抵住插入的螺丝起子。这当然是有方向性的，所以请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将这根比较细的螺钉穿过孔，套上螺环。装上连接马达的连接器。现在我们可以把马达拿出来了，用马达上的螺钉将连接器固定住，
这过程可能需要用纸箱垫一下，来让轨道和马达差不多高。我们把之前的螺钉和螺环拧紧，这个马达的螺钉有点大，我的工具都不太够大，我只好用这种万用型的工具。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介绍一下类似这样好用的工具。然后我们把轨道和马达固定住，然后我们把带子套进去以及装上滑轮。记得带子要先套进去，像我一样先装上滑轮，带子就套不进去了。带子绕一圈之后，把它勾在滑轨上，把最前面的金属片撬开，把金属棒转开，然后穿过孔，把螺旋固定回去，然后用一个有2根突出金属棒的铁片，还有一个金属夹，把它绕一圈之后，把带子固定住。用一字起转动这个金属圆片，这个弹簧会弹开。这个转动可以调整这个弹簧的距离，来调整带子的松紧。说明书明确说不要用工具来调，因为调太紧的话可能会把带子崩坏。不过我用手没有办法转动这个调整弹簧至1又1/4英寸，所以我还是使用了工具。不过要确保带子不要太紧。然后把马达齿轮旁的螺钉下来。这个沉轴可以喷一点 WD-40 White Lithium Grease。把齿轮的盖子盖上，让我们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原先的马达拆下来。首先，我们先将插头拔掉，把感应器和控制器的电线拔掉，用一字起压一下这些按钮，就可以把电线从孔拔出来了。最好记下电线的连接方式。我们把电线接上新的车库门时会需要用到。把轨道和车库门连接的部分拆掉，然后把轨道固定在墙上的部分断开。把金属圆环从圆柱上拆下来就可以了，跟把钥匙从钥匙圈上拿出来差不多。把梯子放在马达正下方，把马达架子上的螺钉都移除，就可以拿下马达和轨道了。拿下时小心，可以架在梯子上，另一端可以用弹簧架一下，或是用第2个梯子，这个可能可以用旧的，但是我把车库门上跟滑轨的固定金属换了，上面把轨道固定在墙上的部分也一样，最好是换新的啦。大小跟高低可能会差一点点。接下来一样，利用梯子和弹簧，你将新的马达和轨道架上去，然后将螺钉和螺环固定住。这空间有点窄，所以尽量用手转紧，然后用工具上紧。从马达看过去，墙壁那边会高一些，整体都必须要比车库门拉上来之后还要高，不然门拉上来会撞上轨道的。把安全绳挂上滑轨开关上，打开滑轨开关，滑到车库门附近，然后我们接上连接的关节，先把滑轨接上长的部分，然后将弯钩的部分接在车库门上。最后将2个关节连接。我回到马达，把车库门控制和感应器的连接线接上，和之前拆下来前的接法一样。接下来我们把墙上的开关换掉，这个开关要先把上面按钮部分打开，下里面的螺钉才能拆下来，跟门铃有点类似。就是背面2根电线，把螺钉松开拆下来，用一样的方法装上新的。
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感应器也换了，我这边就直接用旧的。最后我们将电池装入，把马达前端的盖子打开，里面有2根线接到电池相应的2极上。如果电池正常工作的话，马达背面的灯会是绿的。这样我们就装完了。我们接上插头试试。我这边犯了一个错，应该先将车库门抬上来，把滑轨接到它该固定的位置，然后再把门放下去。因为它插上电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长按这个长方的按钮，先按往上把门拉到最高处，然后往下降到最低处，用这样来校正车库门，来找到最高和最低点。这样它会重复个一次，来确定校正是正确的。这个遥控器直接就可以用了。我们以后另外做视频来说说如何配对买来的遥控器。最后我们来测试安全功能，首先是防止压到人的功能。我们用手挡一下，这点阻力应该是可以让门弹回去的。另外一点则是有东西挡住感应器的话，车库门应该是关不上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摄像头功能，它需要这个下面的盖子打开，按住旁边的按钮可以配对，配对时亮蓝灯，配对完之后是绿灯。不过我这才发现，摄像头只有15天的免费试用期，这其实是录影的试用期。如果你只是要打开摄像头看的话，就算试用期过了，你还是可以用。我这样就应该可以了。我目前用了半年左右，可以明显感觉安静很多。我以前车库门开关的时候，我在房子里面一定听得到，而且2楼睡觉也有一定的几率会被吵醒。自从换了之后，基本上除非专心听，不然其实很难听到开关的声音，要吵醒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。不过跟我以前润滑车库门时一样，我测了分贝数，其实并没有比以前车库门马达安静多少。我想还是因为链条金属震动和撞击的声音比较刺耳，所以感觉比较吵。不过用耳朵听的话，可以很明显感到差别。缺点的话，目前我只有发现它软件并没有写得很好。我以前的车库门我是另外接了一个网络开关，它控制时如果出现错误，它会立刻反映出当前的状况。这款车库门，如果你用手机 App 控制的话，如果刻意做出一些错误，像之前做安全测试那样，之后手机 App 会有一段时间无法进入控制的时期。如果在这段期间做出操作，它就会出现很离谱的错误，这样车库门会持续关个1分钟左右。不过如果我想要的话，也可以把我原先的网络开关装回去就是了。或是其实不要太快做出反应，就看看摄像头厘清状况之后再做操作，这样问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就安静的程度跟我之前的马达比起来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